美国要花27亿美元打造新的单兵轻武器火控系统，最后搞出的东西是不是有可能值得我们借鉴？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说到单兵轻武器方面呢，应该说很多玩军品的朋友都知道啊，美国人在轻武器还有各种配件方面，他们的设计思路之广，他们的产品之丰富，还真不是中国国内能比的。1月14日，美军又宣布呢，要为新一代的班用自动武器研制一套火控系统，投资大概是在27亿美元，用来取代原来的各种光学瞄准镜。这个项目呢，还是2023财年开始的美国陆军的24个重点项目之一。为了这个研制步兵的瞄准器材，一下要花27亿美元，手笔还是蛮大的。根据他们的公布的信息，这个火控系统包括了很多先进技术，用来提高士兵的这个射击准确性。整个的集成技术里边，包括可以改变放大倍率的光学瞄准镜，还有这个激光测距仪、弹道计算机、大气传感器套件，还有电子罗盘，以及可见光、红外2个波段的这个激光，还要能够把这个数字式显示屏呢也叠加进瞄准镜。我一想呢，咱们解放军不是有这种东西吗？比如我们那个35毫米榴弹发射器，还有那个12.7毫米的大口径反气台狙击步枪，都已经配备了我们自己的火控系统，能够实现自动测距，然后呢可以环境进行这个感知，对环境相关的一些参数，比如说风速啊、温度啊，都可以显示在屏幕上。然后呢还可以把这些信息呢自动导入解算，解算之后要把瞄准点显示在瞄准距离。那么射击的时候，只要把这个显示的光点压住目标就行了。如果说要求不是很高的话，这个原理有点类似我们说坦克上相对比较老的那个光点注入式火控系统。那么坦克的射手就是对目标进行跟踪测距之后，让瞄准镜里边出现一个光点，你再摇动那个炮塔，把那个光点对准目标开火就能命中。但是美军这次要求可能会高一些，是要求这个瞄准镜啊对目标进行自动识别，并且呢对目标的运动进行自动跟踪。这些要求火控系统必须能够对目标它的整个轮廓持续勾画，在勾画轮廓的基础上呢，还能够自动分析它的运动规律，然后呢连续测算射击诸元，并且把这个射击瞄准点显示在瞄准镜上，甚至更进一步呢还要自动开火。也就是说，士兵手持枪支扣下扳机的时候，那枪是不会响的，只有扣下扳机的同时，枪口还正好对准了计算机已经算出来的瞄准点，这时候枪才能打响。那么这种方式呢，是让士兵操作起来更简单，即使呢不经历多少训练，只要能扣扳机就行，人人都是神枪手。比如说巷战的时候呢，把枪举过头顶乱甩几下，没准还真能干掉几个。其实这样的设计呢也不新鲜，也就是相当于一些先进主战坦克上的自动跟踪系统，区别在于坦克炮是火控计算机来控制摇炮，然后人呢是负责对目标进行持续跟踪。但是这个步兵火控系统正好相反，是火控计算机对目标运动持续跟踪，而人是用手臂来控制枪的方向，就是把任务交换了一下。按说呢，这种火控系统对图像的处理、运算能力要求比较高，但是呢，好像对我们来讲应该不是什么很难跨越的门槛了。珠海航展上那么多夜视仪、那么多瞄准镜，都已经能够实现通过可见光、热成像或者微光实现图像融合，然后呢对目标轮廓也是进行持续勾画。所以在持续目标轮廓勾画同时，再加上一个图像的分析，实现连续运算目标运动轨迹、运算瞄准点都不是难事儿。至于说枪支自动开火，那其实就是个简单的门电路而已，就是一个大学本科生都能设计出来的。不过这种功能到底好不好，到了部队是不是会让人不习惯，这个事儿我们再瞧一瞧。因为有些功能用起来恐怕必须要关掉。你看这个美军有习惯啊，就是看不见目标的时候，为了保证行动安全，他们会大量的使用火力，对一些个可疑地段进行压制射击。那你这个自动射击功能要是不关掉，光扣扳机，子弹打不出去的。美国计划呢给25万支班用自动步枪配用这种火控系统，那个研制和生产成本要是平摊下来，每个至少1万多美元，这个价格就比较贵了。不过呢，其他国家如果愿意研制、愿意花钱，估计呢很多国家也能实现。而且我相信某些国家实现同样功能，那个成本呢会比1万美元低很多很多。我们举个例子嘛，前一段时间美国搞的那个新的单兵信息化头盔，
如果最终证明设计思路是实用的，那么类似头盔恐怕也会遍地开花。比如中国的红隼防务就搞出了好几种。美国在轻武器方面的设计思想比我们灵活，所以我们还要关注美军，帮我们去尝试一下哪些思路是可行，哪些思路是不可行的。好，关于美国新的单兵轻武器火控系统，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